如果我告诉你，现在咱们就生活在一个黑洞里，你相信吗？不仅是你，咱们整个可观测宇宙里的一切都可能在那个黑洞里面。虽然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精彩的科幻电影，但来自目前太空中最强大的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新数据表明，这真的可能是事实。如果是真的，老实说，其后果将非常惊人。大爆炸实际上可能是一次白洞喷发，但是白洞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韦伯究竟观测到了什么？恒星的探索形成黑洞，以及宇宙大爆炸的膨胀，这两者都是爱因斯坦长方程的解。在这些解中，时空曲率和物质密度都会趋向于无穷大。经典物理学在起点处失效，导致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甚至难以理解的物理现象。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一些科学家提出疑问：这两种解会不会真的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第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起点。在宇宙之初，所有物质被挤压在一个密度无穷大的点中，大爆炸正是从这个时空起点开始的。而黑洞中心也存在一个等效的无限密度起点，不同之处在于，白洞的起点存在于时间的开端，而黑洞的起点则位于其核心。它们的第二个相似之处在于世界。黑洞的世界是围绕起点的一个球体，代表着有去无回的界限。一旦任何东西穿过这个世界，它就永远无法出来。而咱们可观测宇宙也有类似的东西，称为粒子世界。这个球体表示自大爆炸以来，光能够到达地球的最远距离。粒子世界之外的东西永远进不来，而事件世界之内的东西也永远出不去。这就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且这不仅仅是表面相似。咱们可以进行数学计算来证明，如果将黑洞世界的方程式和咱们可观测宇宙内的质量进行计算，得出的事件世界恰好就与咱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世界相匹配。这种相似性早在50多年前，科学家就注意到了。也许大爆炸本质上就是在另一个宇宙的黑洞里发生的一次白洞喷发。白洞本质上是黑洞的反面，所有东西都必须从白洞出来，而任何东西都无法进入。这个研究领域被称为黑洞宇宙学。它基本上就是说，咱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你、我、星系、太阳、地球，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一个巨大的黑洞里面。咱们能看到的粒子世界，实际上就是那个母黑洞的事件世界。要理解 JWST 看到了什么，你首先需要了解宇宙学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说，当你把视角拉得足够远时，宇宙在各个方向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它应该是均匀的。这意味着，如果你从宇宙中随机选择2个空间盒子，每个盒子里的星系数量应该大致相同，它还应该是各项同性的，无论朝天空的哪个方向观测，看到的大尺度结构应该是相似的，不应存在巨大的空隙或不一致性。这个原理是整个宇宙学的基础，至今为止，咱们做过的每一个实验都支持这个原理。然而 JWST 的发现可能打破了这个原理。最近发布的一篇论文研究了263个距离咱们数十亿光年的螺旋星系，科学家想看看这些星系有多少在顺时针旋转，多少在逆时针旋转。如果说宇宙学原理是对的，咱们应该能看到一半的星系是顺时针旋转，另一半逆时针旋转。但 JWST 发现2/3的星系在顺时针旋转，只有1/3在逆时针旋转。正如该论文的作者所写的，由于黑洞会旋转，宇宙如果存在于一个旋转的黑洞中，也应该会旋转。这也表明了为什么2/3的星系看起来都在顺时针旋转，可能是因为咱们正生活在一个也顺时针旋转的黑洞里。有些观众可能会问，黑洞会旋转吗？当然会旋转，而且大多数黑洞确实都在旋转。黑洞其实被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不旋转的，叫做史瓦西黑洞，另一个旋转的则以新西兰物理学家罗伊·科尔命名，称为科尔黑洞。因为是他首次解开了爱因斯坦旋转场方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尔黑洞自带角动量，会拖拽着时空结构本身一起旋转。这意味着任何进入黑洞的物质都会继承这个特定的旋转轴方向。之后，如果这些物质形成了星系，这些星系也应该表现出这种继承下来的旋转方向。这就是为解释 JWST 观测结果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但这个解决方案仅在黑洞旋转的情况下才可能成立。还记得咱们前面说的起点吗？就是每个黑洞中心那个密度无穷大的点。如果黑洞在旋转，那个点就不再是一个点了，相反，它会形成一个环状。正是这个环状起点，揭示了大爆炸可能是一次白洞喷发的可能性。白洞本质上是时间倒流的黑洞，就像我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但所有东西都必须出来。由于旋转黑洞内部的起点变成了一个环，所以会留下一个微小的空间，理论上你可以穿过去。重要的是，如果从黑洞内部观察，这个白洞的反弹看起来就像是空间本身在膨胀，这听起来是不是和咱们描述的大爆炸理论惊人的相似？如果这是真的，大爆炸真的只是一次白洞喷发，那咱们要如何区分这两者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于更多的不一致现象，就像 JWST 发现的这种星系旋转方向不一致。在咱们现有的大爆炸模型中，宇宙暴胀应该能熨平这些不一致，让宇宙学原理成立，而白洞宇宙会留下痕迹，比如旋转或物质以奇怪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毫无疑问，咱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来继续解开这个谜团。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咱们真的生活在某个遥远星系里的某个黑洞内部，这会告诉咱们关于现实的什么？首先，那个黑洞会大得离谱，比咱们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大好几个数量级，包括咱们宇宙的那个黑洞，质量相当于46万亿个太阳，它的世界直径将达到140亿光年。打个比方，如果位于咱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只有一个病毒那么大，那么包含咱们可观测宇宙的那个黑洞就会有地球那么大。这还意味着存在着无限个宇宙通过黑洞互相连接，在每一个婴儿宇宙里，你都会发现新的黑洞，而这些黑洞又包含着他们自己的婴儿宇宙。这可能导致一种现象，那些能产生最多黑洞的宇宙家族将能存活最久。这简直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不过主角从动物变成了宇宙，但咱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整个科学界尚未完全接受咱们生活在一个黑洞里的观点，至少目前还没有。就像科学界的所有事情一样，一篇论文发表后会经过同行评审，然后科学界开始讨论其结果，尝试提出最合理的解释。过去也有人尝试做过类似的星系旋转方向观测，每次发现某些非对称性结果时，最终都归结为观察方法中的微小偏差，比如地球自身的运动就可能干扰结果。另一个质疑点是，这项研究只观察了大约300个星系，而咱们宇宙中有成千上亿的星系。JWST 所观察的天空区域，实际大小只相当于伸至手臂后一枚针头所覆盖的面积，所以咱们需要观测整个天空的其余部分，才能获得宇宙中星系旋转方向的全貌。可以肯定的是，咱们确实需要更多数据。目前这个初步得出的结果也是很有趣，认为咱们生活在黑洞中的想法可能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它是一个有坚实物理依据的真实可能性，所以不能被忽视。关于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黑洞之中，这个谜题的答案正等待着韦伯太空望远镜以及未来更多的观测数据来揭晓。这里是老胡探秘社，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